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上个礼拜啊，有一个阿姨来看门诊，说她想要预防中风。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会想要预防中风呢？”她说：“因为前几天啊，她突然间单手单脚没有力气，然后觉得头也好晕哦，然后就突然间觉得半边身体好像动不了的感觉，有这种麻木感，然后她就吓到，赶快去急诊。那急诊医师呢，给她打了点滴之后，其实症状很快就消失了。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医师跟她讲说：“这只是暂时性的脑缺血而已，还不到真正的中风哦。”可是她心里还是觉得很担心，想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啊，会不会变成真的中风？”那其实中风呢，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健康的问题。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什么是中风。中风呢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3位。根据最新的资料呢，每42分钟就有1个人死于脑中风。那中风这个病名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的《金匮要略》。张仲景有说啊，这是一个风之为病的一种病。当你呢半身不遂，或是呢你单手单脚突然间失去力气的时候，叫做痹症。那在《内经》时期呢，古人把这种突然间发作，然后突然间呢让人失去行动能力的这种状态，叫做勃厥。那记载中有提到说，当一个人情绪很激动，在大怒之后呢，气血呢会逆行上冲，导致昏倒或是昏厥。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的筋骨啊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有一些人呢，甚至会这样子就昏迷不醒，成为一种植物人的状态，或是一病不起，就是再也没有办法行动自如。那这些症状的描述呢，其实呢已经在把现代的中医师在治疗中风的这个病因病机呢描述得非常的清楚了。当时呢，古代的时候，虽然呢还没有脑血管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种气血不协调的状态，还有情志失调的这种病因来观察、分析中风的各种症状，然后进行详细的分类。比方说呢，偏瘫的这种状况，我们叫做偏枯，或是叫做风飞。那中风之后痴呆，我们叫做疯呆。那突然间没有办法认人，或者是失去知觉的，我们叫做疯翳。那现代医学呢，又把中风把它做更明确的定义，把它叫做脑血管的堵塞或者是破裂，也就是脑缺血或是脑出血。那中医的中风呢，其实不一定只有像是脑血管的意外，有时候你突然间的偏瘫，或是突然间的失去意识，跟气血的这种运行不畅，然后导致的我们一些认知啊、行动一些障碍啊，突然间发生的，其实我们中医都叫做中风。所以中医的中风呢，其实比西医的脑血管意外涵盖了更多的状况。那中医的古书里面呢，其实很多像是突然间的感冒啊、恶心啊、呕吐啊，然后呢这些突然间的一种风症，这种也叫做中风。所以中医不只是观察表面上的症状而已，那会深入背后的病机，也就是说这个背后的病机啊，它所牵涉到的脏腑跟经络有哪些？那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做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所以中医的治疗呢，就会变得更个体化一点。中风的病机啊，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很重要。人呢会中风，一定是脑血管有一个循环不顺畅的地方。那中医在看待中风这个病的发展呢，认为中风的成因当然不只是脑血管的问题而已，还包含了我们五脏六腑这些内外的因素，风火痰气虚瘀这些病机这些病邪的综合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风。那风邪呢，是我们认为中风所引起的这个主要的邪气。那这个风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外风跟内风。
外风呢，就是外界气候的变化，比方说像冬天一来，天气变冷了，很多人就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寒冷啊会刺激到血管，血管收缩，脑袋的血液循环变差了，脑袋的血流供应不足了，这样就容易引发缺血性的中风。所以说呢，其实外风就是中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内风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内在产生的风邪，那这常常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方说你有高血脂或是高血糖，当你没有控制好的时候呢，慢性的血管内壁的发炎会导致血管呢变厚变硬，最后呢甚至有一些病理产物血栓的形成。像这种血栓呢，就是一个瘀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因风内风，然后呢，慢慢的发展到内在的痰瘀，那这些呢，也是一个中风的内在的病理因素。再来是火，火邪，其实我们也把它分成内火跟外火。外火呢，就是指外在的热血，比方说像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啊，如果出汗过多，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的话，我们体内的血容量总体积是不足的，那血液流速变慢，脑部的供血不足呢，这样也容易引发缺血性的中风。所以有时候在很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也会有脑血管的意外。还有就是内火。内火就是我们的情绪波动，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不管你是生气、压力，那肝火容易上炎，那这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容易过度的兴奋，那这时候血管剧烈的收缩，或者是血压突然间的升高，这时候呢，很容易引起一个缺血性的中风。或者是出血性的中风也有可能，那这种在情绪不稳定的人身上特别常见，所以呢，我们总是注意说，当你有这种中风的危险因子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平和的情绪状态，或者是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血压，不要让这种脑血管意外呢，就在这种情绪波动的状况之下就发生了。那中风的原因呢，其实真的是很复杂。那除了风跟火之外，痰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的痰呢，不是我们平时理解这种吐出来这种痰，而是指我们身体内部的湿浊啊、痰浊啊这些病理的代谢的产物堆积起来的东西。那这是什么呢？实际上呢，这就是跟我们的血管硬化跟血栓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哦。当你平常的饮食是偏油腻的，你是摄入很多的脂肪你的血脂偏高的时候，这些血管内壁的发炎血管内壁的变硬，然后呢导致血管内皮的受伤，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些小小的血栓，让我们的血流是不畅的。那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中风的这样病理机制呢，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高粱厚味所产生的病理机制。也就是说，你吃了太多油腻、重口味的东西，身体呢出现一些代谢症候群，不论是高血脂啊，或是高血糖啊，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血液的循环，变成中风的诱因。那另外一个病理因素就是瘀啦。我们中医说，血液运行不畅就是个瘀。当我们血管内呢形成一个血栓呢，直接去影响到脑部的血管供应的时候，那这当然就是算是一个血管内的一个瘀阻。那这样当然会增加中风的可能性。所以当你内在是一个瘀滞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特别注重是不是会有这样子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还有就是气滞，那气滞呢，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流通状态如果是不流畅的，那我们当然呢，血液会流通状态也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我们像是说有一种人啊，气大伤身，就是你平常压力都很大容易忧郁的，然后甚至是一些慢性忧郁症的这些风险呢，其实跟中风的风险也是有关系的。最后就是虚啦，就是说身体的虚弱状态，虚就是气血是不足的，那这跟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有关系的哦，这会削弱我们对外在病邪的抵抗能力。像《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到，虚邪偏克于半身，就是说呢，你身体虚弱的时候呢，外邪就容易侵犯到经络的一侧。
那这个就时间久了就会引发半身不遂。那就像开场提到那个阿姨啊，她就是阴虚体质，那精液是不足的，天气一热，出汗一多，再加上整个情绪一个激动，结果呢，在中医的病理就认为它是肝风内动，差点引发变成真正的脑血管意外中风。我就提醒他说：“阿姨，你的饮食跟情绪要调整啊，这阴虚体质要改善啊。”我就给他滋阴化痰祛风的药物，像天麻啊、半夏啊，然后钩藤啊、一贯煎啊，然后因为天气热嘛，所以就是加上去肝风的桑菊饮啊，来清热滋阴。那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说，他头脑变得很清醒，专注力变好了，身体变得很轻松。那这当然是因为呢，其实他平常就是因为肝阴不足，所以脑部的气血运行不顺畅，所以他平常就已经有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再加上夏天呢又缺乏补充水分，所以就导致一个暂时性的脑缺血。那当他体质调整过来，气血顺畅了，脑循环改善，他才发现说，原来我的脑袋啊是可以这么清明的。那这样自然呢，中风的风险就会降下来了。这一集呢，我们讲到什么是中风。那中医认为呢，中风的发生呢，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身体呢长期积累的结果，跟内在呢风火痰气瘀虚这些因素都有关系。那我们透过中医了解这些中风的根本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是怎么知道去预防它。大家喜欢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